谢谢 Liz。首先感谢这个 Bitcoin Association，邀请我们香港区块链协会这次参加这个在韩国首尔的 CoinGeek 大会。那么我们香港区块链协会呢是可以说是香港最大的一个支持合法合规区块链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这么协会。那么我们协会呢也有很多共同会长，我叫 Tony Tong 唐怡，我是其中一个co-founder 共同创始人和共同会长。今天我们还来了其他2位会长也来了，陈平总也是这次活动的一个演讲嘉宾，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荣誉会长。还有梁杰阳 J 亮这次也来了，还有另外我们还有几位，包括是港区人大代表张俊勇，还有很多位，反正我们这个香港。那么我们今年在12月中旬计划在港交所，那么会搞一个香港区块链的年度大会，到时也希望这个 Bitcoin Association 和 CoinGeek 都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我其实是一个互联网老兵，我是从做互联网做编程就开始的。91、92年开始 HTML、HTTP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发那个年代叫做 Internet Web-based App。那么现在过去这几年就是 DApp、Distributed App。那么我大概是5年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么实际上我是先认识 Calvin Ayre，我是10几年前就认识他。因为我在澳门也住过几年，我是澳门博彩协会的副会长。那么我90年代我是在美国，然后后来我是在香港，我们有一家公司叫 PacificNet， 我们是香港第2家互联网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00年上市的。后来我就变成投资人。那么我最近投的一些项目就包括这个 tokenization， 就是证券通证化。那么我们现在投了一家公司叫这个 Global STOX 环球证券通证有限公司。那么在香港呢，我们是做证券性通证，正在做一些房地产，香港的商场把它通过智能合约发通证这么做。那么这个也是在包括 BSB 生态也支持这个 tokenization 这个项目。其实香港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自由程度最高的一个地区，那么很多年都是排头几名。那么去年香港这个 IPO 传统金融融资也是全世界排名第1，所以香港有很多投资人，所以就当区块链，尤其是当年这个 ICO 最火的时候，很多项目都来香港融资，所以香港变成一个区块链项目的一个融资天堂。那么当然有很多那些空气币啊，后来所以香港政府也开始关注，所以现在香港政府、香港证监会 SFC 也开始发行了一系列的要监管区块链、监管交易所和发币项目的一些监管指引，也成立了这个沙盒监管的机制。那么我们这家 Global STOX 也在香港也正在参加香港的合法监管，希望拿到香港的这个证监会的监管的交易所牌照。我们大概是走一个 compliance， 就是做 regulated 这个 market。我觉得比特币 SB， 我其实也认识这个就是 Craig 很多年，那么也包括这个 Calvin Ayre 也跟我说过关于这个项目。所以，但是从这个技术的层面，我之前也是搞技术的，我之前也包括这个以太坊，我也做过一些开发，但是后来就是很多游戏，因为澳门我们是博彩啊，还有很多游戏类，包括去温哥华、去加拿大看这个 Crypto Kitty 虚拟猫的项目，我都去跟他们深入了解过，结果发现的确，市面上很多其他的公链都有一些瓶颈的问题，都很难 scale。那么所以我比较看好在比特币 SB 这方面，他们的这个重点就是不光是就是好像有的其他的链专门是发币，就好像做完了。其实你发币最终来说，你是要把这个 DApp 能够跑起来，能够符合这个很大的场景，让企业让很多用户同时来使用。那么现在市面上很多公链其实都不能够做到大规模的这种推广，所以我是看好这方面这个 Bitcoin SB， 而且这2天我觉得这个会议呢也是很强调技术，
就跟我参加过无数次区块链大会，香港的、深圳的、澳门的、新加坡的，有很多大会，可以说一半以上都是发币为主的，讲概念发币。我们这2天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讲发币的，都是讲技术解决方案，如何做 tokenization， 如何做扩容，如何让这个 micro payment 让它这个微信支付能够跑得又快又好。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都是未来这个如果让传统企业要进入区块链，这是必须能做得到。如果这些基建的东西都做不起来，这个成本很高，这个速度很慢，很拥堵，那么是无法让大企业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么他们会不断的要开发，但是我相信在 Bitcoin SV 这方面有他们的技术大牛，我是相信他们的技术是很过硬的，而且他们也在专利这方面也花了很多时间去部署这方面。所以我自己是搞技术的，我是很喜欢看到在这方面。我这次也看了有几个项目，我也认为是就包括有一个Script 这个项目是一个工具，可以让用 Bitcoin SV 来写智能合约。这个类似 Solidity 这种语言可以写智能合约，所以这个项目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应该要尽快来香港。其实Bitcoin SV 之前就来香港搞过几次活动，大概2年前在四季酒店，然后去年在香港那个分叉的时候也搞了一次大会，那么我都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些大会。其实香港有很多就是可以来做，包括矿圈，很多人都喜欢来香港搞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香港，而且可以辐射到深圳，深圳有很多开发人员。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可以说大部分人可能还是用这个以太坊来开发智能合约，但是我也说过，我之前认识很多在以太坊上面开发的这些社团、这些公司。然后发展到稍微起来就碰见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些其他的公链上经常碰到这些问题，那么我觉得在这个 Bitcoin SV 或许可以试一试，在这个链上我觉得或许能够更加成功。